沐浴时，一个采花贼淫笑着闯入。正惊慌失措时，我看到了弹幕：女主穿男装好帅啊！扮成采花贼闯姑娘闺房，嘿嘿，好香！将军昨日征战归来，带回的女兄弟叶素素，正是弹幕中的女主，也是这个世界的天命女主。而我只是个炮灰，在逃跑间，我将会摔倒毁容。将军却护着叶素素，说他只是和我闹着玩。因为容貌有损，我会被休弃，嫁妆也留在将军府，一分都带不走，最后流落街头，凄惨死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小娘子白日沐浴，怎么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？我看你是在等我这个情哥哥吧。一道雌雄莫辨的嗓音传了进来。黑衣人做哪儿打扮，竖着高马尾，足踏一双黑靴，一脚踹开了浴室木门。若不是弹幕，我真以为是采花贼闯了进来。初春的冷风从外灌入，我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。来人展开折扇，一步一步朝我逼近，黑影子慢慢覆盖下来。别怕呀，小银娃，他压低的嗓音里带着发黏的笑意，哥哥只是进来看看你需不需要搓个背。弹幕嘻嘻哈哈，代入感好强，我已经是桶里的美人了，素素别搓他了，来搓我吧。哈哈，看他吓成什么样了，让他平日里端着将军夫人的架子，活该。闺阁里的姑娘乏味得很，当然比不上素素有趣。原来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苏爽文，叶素素就是天选女主。叶素素自小喜穿男装，性格风流飒爽，最看不上闺阁里循规蹈矩的娇女。这种与众不同的性格深深吸引了个路男主，所有俊俏的男人都爱她，所有聪明的谋士都拜服她。我的丈夫将军只是他旅途中的一个单元男主，而我只是衬托他与众女不同的炮灰。弹幕还在继续，可是那姑娘被吓得摔倒毁容了呀，女主有些过分吧？那是她心理素质差，不禁吓。再说了，一个炮灰而已。炮灰快下线，别占着将军夫人的位置了，给素素腾地方。关于我救的小兄弟突然变成大美人这件事，哈哈哈，将军第一次看素素女装的时候，直接被吊成翘嘴了。想马上快进到将军和素素颠鸾倒凤，不知天地为何物，嘿嘿。弹幕说，我将会被叶素素吓得滑倒，被金簪割伤，瞎了一只眼，留下从眉毛到嘴角的伤口。而此时，这柄金簪被我握在手中，眼球上是弹幕在津津乐道着我即将到来的噩梦，弹幕之后是叶素素得意又轻佻的笑意。她展开折扇，想要挑起我的下巴，好整以暇地欣赏我的京剧。我屏住呼吸，右手猛地向前一刺。啊！叶素素仓皇大叫，慌忙偏过头，原本刺向她脖颈的金簪扎穿了她的耳朵。贱人，你竟敢！叶素素眼里满是不可置信，完全没想到我会骤然发难。不等她说话，我手腕使劲向右一滑。啊！叶素素发出更尖利的惨叫声，鲜血溅在我的脸颊上，金簪已划穿了她的左耳。弹幕炸成一团。卧槽！我看到了什么？耳朵，素素的耳朵，素素的耳朵可漂亮了，耳垂的格桑花胎记可是独一无二的。将军肯定要心痛死了，他会给素素报仇的，这贱人抵命吧！吱呀一声，浴室木门从外面被人推开，将军萧逸推门而入，声音里带着宠溺的笑意：将管，素素他跟你闹着玩呢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你大度。剧情里，叶素素害我毁容瞎眼，萧逸就是这般将她护在身后，劝我大度。可等萧逸踏进浴室，看清倒在血泊里的人是叶素素时，他笑意尽退，目眦欲裂。将管，你竟敢！不待他吼完，我扬起手，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萧逸脸上。萧逸双目瞪圆，火气更甚。你翻了天了！我装作没看见，抢先哭诉，字字泣血。将军，你可知你带回的这个人是登徒子，采花贼？他趁我沐浴踹门闯入，意图不轨。我的控诉抢先堵住了萧逸的怒火，他暴怒一掷，试图开口，可我不给他机会，反手又给他一巴掌。若非我拼死反抗，今日将管早已名节尽毁，我的性命何存？将军府颜面何存？
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我的脸上全是叶素素的鲜血，手上还拿着一柄粘着血和碎肉的金簪，整个人犹如阎罗。萧逸权衡利弊，还是咽下了质问，先跟我解释，她不是登徒子，她是女子。鬼话连篇，我才不听，在激动中又扇了萧逸好几个大嘴巴。为了维护他，你这种鬼话都能说出来，难不成我魏国的堂堂大将军竟是个兔儿也？萧逸脸色铁青，人却已经被我扇得发懵。他后知后觉地明白，这件事传出去确实不好听。他昨日征战归来，城中百姓都看见他随侍者是一个俊俏郎君，而这郎君是萧逸在战乱中所救，因此大家都称赞萧逸是个体恤百姓的好将军。若是这郎君偷闯将军夫人浴室的事情被发现，不仅我和他的脸面一起玩完，叶素素也会被百姓的唾沫星子喷死。将军，好痛！救我！叶素素还躺在地上，痛苦地呻吟着，他伸手抓住萧逸的衣角，像濒死的小兽。萧逸回过神，满脸都是心痛，他强压下胸口的愤怒，朝仆役吼道：够了，先救人，传大夫。萧逸原本想亲自守着叶素素，可是他昨日征战归来，今日必须去宫中面圣。大夫刚来，宫中催萧逸去述职的公公也到了。萧逸盯着我，厉声嘱咐：将管，你给我用最好的药，不准吝惜钱财。若素素有个好歹，我唯你是问。弹幕又活了过来。对，用最好的药，素素的耳朵还有救。将军心里都是素素，等素素一好，这个将管就死到临头了。宫中再三催促下，萧逸一步三回头的走了。叶素素已经流血过多昏过去了。大夫搓搓手，期待道：夫人，这位姑娘的耳伤，我有3种治疗方案。第一种，用最上乘的药材，百年老参吊命续气，天山雪莲固本培元，再辅以宫廷秘制的玉容膏日夜涂抹。若能寻其药材，精心调养数月，或可使伤口愈合如初，不留疤痕，断耳亦有接续之望。我头都没抬，我选第2种。大夫咽了咽口水，迟疑了一会儿。第一种方法确实耗资颇大，第2种方法可用老参切片吊气，辅以当归、三七等寻常止血生肌之药，外敷的伤药也用市面上能买到的佳品。此法花费中等，见效也尚可，只是这伤口太大太深，日后必定留下显眼的疤痕。哦，就在大夫以为能收诊金的时候，我摇摇头，那我选第3种好了。大夫眉头紧皱，第3种实乃下之策，将残耳彻底割除，剜尽腐肉，敷上最廉价的止血草粉包扎，此法花费最少。他眼神里满是不赞同，老夫不建议选第3种，毕竟这位姑娘如此年轻，容貌有损，终身抱憾呀。弹幕一片咒骂，这毒妇，不准你选第3种。将军快回来啊，素素要被这贱人害死了。我垂下眼睫，看着自己染血的指尖，又抬眼扫过床上昏迷不醒、脸色灰败的叶素素。在剧情中，此刻躺在床上任人宰割的应该是我。萧逸害怕自己征战途中私带女子回家之事被发现，甚至没有给我叫大夫，让我等死。我的眼睛原本是能治好的，硬生生脱瞎了。后来萧逸见我没死，又以五子嫉妒为名，将我休弃，赶出府去，而我的嫁妆被强留在将军府，1分钱都带不走。在他和叶素素用我的嫁妆花天酒地、肆意享乐的时候，我流落街头，受冻而亡。剧情里的那个将管气若游丝地靠在城墙上，看着萧逸迎娶叶素素的红妆，热热闹闹、敲敲打打地走进将军府，掉下来的热泪都在寒风里结成冰。除了哭，他什么都不会。他明明长着和我一样的容貌，却优柔寡断，蠢钝如猪，以为自己只要谨记3从4德，处处忍让，就能挽回萧逸的心。自从看到弹幕窥见这个世界真相后，从前好像有什么束缚着我的枷锁被打破了。割掉他的耳朵，我低低重复了一遍，用帕子掩住嘴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可以啊，就选第3种好了。将军府素来节俭，我倒是想治他。在大夫震惊的目光里，我无奈地摊开手。没钱啊。叶素素素来自视美貌，认为自己是天下1等1的美人，等她醒来以后揽镜自照，
天塌了，耳朵没了。和叶素素的尖叫声相和的是萧逸的怒吼：将管，你好毒的心肠，竟敢割掉素素的耳朵！他的怒吼几乎掀翻了屋顶，像看着仇人。我要休了你！你给我滚出将军府！萧逸一下朝就冲回府，他看到的不是预想中美人楚楚可怜地倒在他怀里啜泣，而是叶素素惨白无血色的一张脸，头上裹着渗血的纱布，左耳位置空空如也。休我？凭什么？我抬起眼抿了一口茶，七出之条，我犯了哪一条？妒忌！萧逸咆哮，手指几乎戳到我脸上。你残害素素就是妒忌，毒妇！妒忌！我轻轻嗤笑一声，不闪不避，迎上他的怒火。相公，请睁眼看看，这将军府里除了我这个正妻，可还有半个姬妾。我若妒忌，妒忌谁？妒忌空气吗？萧逸一噎，我向前一步，凑在他耳边，低声道：倒是相公你想想清楚，果真要这名头来休我？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昨日带回来的是个兄弟，你前脚休妻，后脚兄弟就变美娇娘，你那帮虎视眈眈的政敌会怎么写折子？是萧将军龙阳之癖，纵容娈童残害嫡妻，又或者是萧将军战场写美，欺君罔上？我声音虽小，却字字砸在他心上。萧逸的脸色瞬间由红转青，由青转白。大宋朝明令禁止女眷随军，他带女扮男装的叶素素回来，本就有欺瞒之嫌，一旦闹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看他动摇，突然放缓了语气，唤他一声夫君。我和萧逸也算相逢于微时，曾经也有过郎情妾意的好时候。我爹娘是扬州富商，而萧逸的家乡遭了水灾，他只是个逃难来的穷小子。所有人都说我们并不般配，萧逸在我爹娘面前磕头起誓，他从此投军去，定要闯出名堂。那时的萧逸，眉宇间的气质极为清正，拿挺直的翠竹或温润的玉去形容，都是最贴切不过的。那时少年人的眼睛温柔又坚定，他对我说：阿管，我定要让你当上将军夫人。11世纪，中年萧逸站在我面前，维护新欢，说我是个毒妇。也不知道是这话本子的剧情所致，还是人心本就易变。可不管如何，我绝不会像原剧情里那样任人宰割。夫君，你我相处这么久，管儿岂是那种不能容人的女子？我垂眸，掩住眼中的艳增，声音愈发轻柔。此前叶小姐闯我浴室，毁我清白，往后她还要和我在一个屋檐下生活，我若不小惩大戒，岂不是要被她欺负死？说到此处，我挤出的2颗眼泪掉在了萧逸掌心上。此时已跃上柳梢头，我的面容隐藏在半明半暗的烛火之后，萧逸的语气也软了下来。阿管，我……叶素素原本一直在抱着枕头哭泣，等着看我和萧逸吵破头。现在我们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，她有些不安地伸出手，拉住萧逸的衣袖：一哥哥。萧逸像是做贼心虚般看了我一眼，我摇摇头，声音又体贴又大度：相公，其实你想那叶姑娘也不难，管儿有个办法。对外就说你从战场带回来的那位小兄弟伤重不治，已经身亡，而叶姑娘父母双亡，是来投靠我的远房表妹。将军仁义，不忍叶姑娘孤苦无依，决定给她一个家。我刻意加重了仁义2字。萧逸的眼睛亮了，我一边瞧萧逸的脸色，一边分心看弹幕的反应。之前从弹幕信息，这本书叫做《小公主驾到》，全世界都是我前男友。叶素素原名耶律素，本是辽国小公主，因为贪玩偷跑出宫，意外卷入战场，失去了记忆，被萧逸所救。我如今这么做，是为了洗掉叶素素的身份。万一哪天叶素素恢复记忆，想动用国家权力对付我，我也好拖延1、2。弹幕除了疯狂骂我以外，还意外发现了新消息。素素那病娇的皇兄，还有白切黑的将军，估计都要急疯了。等萧逸为爱叛国之后，这毒妇全家都会死无葬身之地，他且等着吧。我眼皮一跳，萧逸竟会叛国。叶素素发现萧逸不打算计较这割耳之仇，着急了。她伏在枕头上嘤嘤哭着，都是素素的错，是素素冒犯了姐姐。虽然姐姐惩罚素素，割掉了素素的耳朵，
让素素从今往后都没脸出去见人了，但是姐姐惩罚的对，素素甘愿受罚。我没心情理会叶素素的挑拨，强压下心头的阴霾，笑着问萧逸：如此一来，夫君您不仅能保全名声，得偿所愿，叶姑娘也能有个正经身份，皆大欢喜，怎么样？萧逸明显异动，因为担心前路未知的命运，我的笑容有些勉强。萧逸还以为我是在拈酸吃醋，安抚性的捏了捏我的手。他看了看哭得快晕过去的叶素素，喉结滚动：素素，你这次也太贪玩了些，往后你嫁给了我，可不能如此小孩子心性了。萧逸虽被我以大局为重暂时压住，但他对叶素素的怜惜和愧疚简直要溢出来。叶素素一句喜好宝石，他便花费半副身家，向异域商人求购了一颗品相绝佳的红宝石。据说这颗宝石是草原格桑花的颜色，甚至他一身战功，求得圣上亲自赐婚，让叶素素做了平妻。叶素素也学乖了，不再扮作男装张牙舞爪，而是换上了一副柔弱不能自理、受尽委屈的小白花模样，隔三差五地找我麻烦。他跟萧逸撒娇，说他养伤需要静心凝神，而我院子中那几株琼花树洁白如玉，香气清冽，最是适合不过。当天，萧逸就派人来我院中移花，领头的是萧逸的亲兵队长，他语气强硬：江夫人，将军有令，叶小姐身子不爽利，需琼花树安神，还请您行个方便。队长言语客气，可眼里却无几分敬意。他身后还跟着几个5大3粗的汉子，手里拿着铁锹绳索，仿佛只要我说一句不可以，那些铁锹就要砸了我整个院子。弹幕一片叫好，将军好宠哦！素素只是随口提了一句，将军马上就照办，哈哈哈。琼花洁白无瑕，江管这种毒妇根本不配，还是和素素更加相称。琼花是我家乡扬州的花，是母亲连我远嫁思乡，花重金从扬州移栽过来的。很快就听说那几株我精心养护了数年的琼花树，在叶素素院子里枯死了。还没安生几天，他又嫌将军府拨过去的茶叶难喝，看上我嫁妆里的云雾茶。隔日，我分力的云雾茶就停了，管家皮笑肉不笑地解释：叶夫人身子金贵，需用好茶养着，夫人的茶就先紧着姨娘吧，夫人大度，并不会计较。而管家送来的茶叶粗劣的难以下咽。这还没完，我名下几个盈利颇丰的陪嫁铺子也莫名其妙开始被找麻烦，要么是官吏刁难，要么是地痞滋扰。这些铺子都是我亲自管理，按时纳税，规矩做事，向来童叟无欺。想来背后也是萧逸和叶素素的手笔。如此3月过去，叶素素的耳伤终于养好了。京城贵女办春日马会，帖子送到将军府。叶素素素善骑射，她自是不可能错过。马场中骏马如云，我却一眼就锁定了场边一匹通体漆黑、四蹄踏雪的马驹。它毛色油亮如缎，身姿挺拔流畅，见我靠近，竟有灵性般凑过来，轻轻蹭我的手。正在给马喂草料的马夫见状，堆着笑脸问道：您可是扬州江家大小姐江管？扬州江家大小姐这个称呼我许久不曾听过了。我有点恍惚，点头应是。马夫脸上的笑容更甚：江小姐要选这匹马，这实在是太好了，这匹马就是给您。呀，这马真好看！一道娇柔的声音打断了马夫的话。叶素素这次没有穿男装，她薄施粉黛，面若桃花，头上挽的发髻恰好遮住了左耳的位置。她嘴角抿出一个清浅的笑意，黑润润的眼睛湿漉漉的。素素好喜欢这匹马呀，姐姐一向贤惠之礼，一定会让给素素的，对吧？她压低嗓音，附在我耳边轻语：毕竟我现在已经嫁给了一哥哥，你不让的话，那可就是妒忌。说着，她轻轻笑起来：妒忌，那可是七出之罪啊。马夫有些着急地解释：夫人有所不知，这匹马是有人买下送给江小姐的，您不能。放肆！萧逸看马夫有心反驳，立刻呵斥道：这哪有你说话的地方？马夫缩缩脖子，不敢再言语。叶素素笑容无辜，仿佛林间未见过风雨的小鹿，怯生生地朝萧逸撒娇：一哥哥，素素只是太喜欢这匹马了，姐姐不会生我的气吧？萧逸立刻皱眉看向我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偏袒：江管，素素身子刚好，
难得有兴致，你让着他些也是应当。一匹马而已，别显得小家子气。我们在此处的拉扯吸引了其他贵女的视线，萧逸觉得面上无光，便不再和我商量，直接做主，让叶素素上马。叶素素得意地扬起下巴，利落地翻身上马。她一身火红的旗装，坐在通体漆黑的骏马上，果真就是草原上最耀眼的小公主。弹幕说，这春日马场的戏份是为她量身定制的高光戏份。她红衣猎猎，纵马驰骋的英姿，与她娇俏可人、温柔娇羞的模样形成了反差感，让许多在旁观摩的贵族子弟心生爱慕，纷纷成为了叶素素后宫团的预备成员。叶素素在大宋朝混得风生水起，也离不开这些人的暗中支持。毕竟这本书叫做《小公主驾到》，全世界都是我前男友，一本以叶素素为中心的苏爽文。就在叶素素志得意满，准备策马扬鞭，在众人面前大展身手，博得满堂彩的刹那，这匹马突然发出凄厉长嘶，瞬间狂暴。它猛地人立而起，发疯般甩开缰绳，似蹄如飞，带着惊恐万分的叶素素朝着人群稀少的方向疯狂冲去。啊！叶素素的尖叫比马嘶更凄厉，她像一片破布，被狂暴的马匹狠狠甩飞出去。砰！沉重的落地声，紧接着是令人牙酸的清晰的骨头断裂声。咔嚓！狂奔的马蹄不偏不倚地从他的一条腿上踏了过去。素素！萧逸目眦欲裂，疯了一样拔足狂奔。叶素素的惨嚎和萧逸的怒吼响彻马场，贵女们花容失色，公子哥们目瞪口呆。我悄悄在衣裙上擦干净金簪上的血迹，又把簪子插回了发间。在一片混乱中，只有马夫看到了我的小动作，他望向我的眼神里有些敬畏。我朝他走近2步，食指竖在唇边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袖中划出一锭金元宝，稳稳塞进马夫汗湿的手心。请快去找大夫治我的马。萧逸抱着他的美人儿去医馆找他医治腿，而我在马场等着兽医来治马屁股。骏马此刻已经被安抚了下来，但他不肯再像之前那般亲近我，冲我打了个响鼻，就把头扭到另一边去了。我有点心虚，毕竟我刚刚拿金簪捅了他的屁股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背着药箱、胡子花白的老大夫被马夫连拖带拽地扯了过来。老大夫跑得气喘吁吁，帽子都歪了。两相一照面，我和老大夫都有些尴尬。他就是前几个月给叶素素割耳朵的大夫。老大夫挠挠头，那个技多不压身嘛。为了体现专业性，他咽了口唾沫，语速飞快：“夫人，这马伤在臀骨后肉，戾气深入，虽未伤及筋骨要害，但疼痛剧烈，惊惧过度，易致内损惊厥，气血亏空。老夫有3种治疗方案。”我坚定道：“我选第1种，请您按最贵的治。”老大夫：“人参雪莲金疮药，灵芝鹿茸玉茸膏。不用跟我客气，有必要的话，草料里也能拌蜂蜜。”我拍拍老大夫的肩膀，言简意赅：“我有钱。”马儿的臀伤在老大夫的最贵方案下得到了妥善处理，伤口用玉茸膏仔细敷好，裹上了雪白柔软的白碟子，马厩也临时铺了层新晒的干草，熏着清新安神的苏合香。他虽还别扭的不拿正眼看我，但至少不再暴躁，安静地嚼着拌了蜂蜜的精细草料。老大夫揣着丰厚枕巾，满意的走了。马场的人渐渐散去，只剩下我和马夫，还有几个远远收拾残局的仆役。我正轻轻抚摸着马儿，试图修复关系，一道令人厌烦的声音传来：“将管。”萧逸安置好了叶素素，去而复返。他脸色铁青，眼珠子布满血丝，看上去是找我兴师问罪的。他几步就跨到我面前，高大的身影带着强烈的压迫感，几乎将我笼罩在阴影里。浓重的血腥味和暴力的气息扑面而来。“是你，对不对？”他低吼，声音因为愤怒而嘶哑变形。“马怎么会突然发狂？是不是你动了手脚？素素的腿是不是你害的？说。”弹幕也瞬间复活，群情激愤。将军终于反应过来了，就是他，毒妇好狠的心，害素素毁容又断腿，休了他，不，打死他。
将军快打死他，给素素报仇！萧逸猛地扬起手，带着凌厉的掌风，作势朝我脸上扇来。我心跳加速，思维却愈发清晰。在金簪刺马的时候，我就想清楚了，我必须破坏叶素素的高光剧情，以免她的势力进一步壮大。为此，我不得不冒风险。眼下，萧逸的怒火我虽难避，但他没有证据。他动手后，我视之以弱，这件事情则能接过，不过是些皮肉之苦。我闭上眼睛，想象中的疼痛没有到来，只有一声沉闷的顿响。萧逸脸朝下，结结实实地趴在了我脚边的草地上，一动不动，昏死过去。弹幕只剩下满屏的问号和感叹号。远处收拾残局的仆役被这边的动静惊动，探头探脑地张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整理了一下推搡间柔乱的衣襟，然后我微微侧过身，看向地上昏迷不醒的萧逸，扬声关切道：“将军晕倒了，想是忧心素素伤势，急火攻心。来人啊，抬回去，好生照看着。”我的声音在空旷的马场中传开，仆役们慌忙跑过来，手忙脚乱地抬起萧逸，送去医馆。我站在原地，轻轻摸了摸马儿温热的脖颈，他似乎感受到了什么，不再抗拒，用鼻子轻轻蹭了蹭我的手心。那个打昏了萧逸的人身量很高，身负长剑，足踏黑靴，他足尖轻点，打算再次消失。江恒，我叫住他，藏了这么多天，你终于舍得出来了。江恒是我的弟弟，他是被扔在我家门口的。那时大雪漫天，江恒像一只瘦弱的奶猫，只剩最后一口气了。若是当作没看见，第二天就能给他收尸。父母养大了他，给他改姓江。他们常说，100年后把生意交给我，江恒就入赘江家。所以说，江恒是我的童养婿。及笄那年，江恒接手了一支商队，刚刚跑上归来。他那时才14岁，笑起来时像是枝头新绽的柳枝嫩芽，脑后的大马尾一扬，整个人像是行走在春光中的富贵俊秀少年郎。阿姐，他的声音还带着少年人的清亮，却异常认真。我这次去南边，听说那边有种鸟，名唤朱明雀，羽若晚霞，声如玉磬。若能得他一根尾羽，能诱人一世平安喜乐。他顿了顿，眼神专注地看着我，带着点小心翼翼的期待。我带了一只送给你，你喜欢吗？我当时正被萧逸哄得晕头转向，闻言只道：鸟羽毛有什么稀罕，你还不如给我带些南珠宝石呢，亮晶晶的多好看。说完，仿佛还嫌给江恒的刺激不够似的，我晃了晃手腕上萧逸刚送的宝石手串。江恒眼中的光亮暗了暗，但很快又抿唇笑起来，温顺的点头：好，阿姐喜欢亮晶晶的东西，我知道了。后来我才辗转得知，那朱明却并非凡鸟，而是栖息在南疆最险恶的瘴疠深谷之中，性情凶猛，剧毒无比。它的尾羽艳绝天下，却也致命，寻常人靠近都难，更遑论取得。那时江恒已经带着商队重新出发了，整整1年杳无音讯。直到我嫁给萧逸的前夜，一个风尘仆仆的影子翻墙跃进我的房间。少年瘦得几乎脱了相，一身短打磨得看不出颜色，眼神却亮得惊人。他从怀里最贴近心口的位置掏出一个小布包，层层打开后，里面是一个鸽卵大小、通体浑圆的石头。江恒吹灭房间里的灯火，这颗石头在黑暗中放着光芒，光芒温润内敛，仿佛将一片静谧的星河浓缩其中。当地人叫它夜破石，是千年黑夜才能凝成的一颗星星。说着，他右手撩起衣角，用自己的衣袖轻轻擦拭，小心翼翼地递到我眼前，亮晶晶的，阿姐喜欢吗？冰凉的触感让我一激灵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夜明珠吧？在看到它之前，我以为这种在黑夜里发光的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之中。看着他满身的伤，和他眼中那几乎要溢出来的混杂着疲惫和卑微希冀的光，我喉咙像被堵住，鼻尖发酸。可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抓起那颗石头，毫不犹豫地丢到了窗外。阿恒，我不喜欢你，也不喜欢你的石头。不管你送我雀羽或是夜明珠，我都不想要。明天我就要嫁给萧逸。剧情里写着江管深爱萧逸，至死不渝，所以我对江恒弃若敝履，毫不留情。从此之后，
听说江衡带着商队，依旧天南地北的走货，而我们之间再无交集。直到今天，厢房中点燃熏香，我和江衡对一手谈。江衡生得极白净，眼睫长翘，鼻梁挺直，额间一点朱砂，色若春晓。他的呼吸清浅而绵长，吐息间似乎含着些冰雪般冷冽的气息。我听他说这些年走南闯北的经历，仿佛我们这些年并没有任何隔阂。我其意不惊，很快被江衡杀得节节败退。他只要再落最后一子，就能中盘胜出。可他突然抬手，把棋盘整个掀翻在地，棋子哗啦啦地散落在地，清脆的坠落声一声声敲击着地面。江衡紧抿着唇，死死瞪我半晌，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2个字：你很得意是不是？你就那么笃定我会帮你？我也不恼，抿出个笑来，你送我的那匹马我很喜欢，虽然情势所逼让他受了伤，但我往后会好好待他的。江衡一听，也不知道我是在说马还是在说他，心中含了一团烈火，却又满含坚冰，一阵滚烫又一阵冰凉，横冲直撞又倏然坠落。他讥讽道：江管，你的心气全都磨光了吗？他还要如何糟践你，你才肯离开？说完，他冷冷一笑，似是挑衅。原剧情中，萧绎叛国后，大宋皇帝的怒火无处宣泄，萧绎无父无母，而叶素素本就是辽国小公主，他俩在辽国双宿双飞，所以就拿我的娘家人撒气。我的亲族被流放苦寒之地，母亲体弱，走到半途就去了，父亲不忍受辱，跳下悬崖而死。为了复仇，江衡落草为寇，拉起一支军队，同时对抗朝廷和辽国，成为故事后期最大的反派。但还是不敌叶素素的主角光环，被自己人背刺，落得野狗分食的下场。自从能看到弹幕后，我仿佛冲破了剧情施加于我的枷锁，头脑重新运转，对萧绎莫名其妙的爱恋也随之打碎了。我不能走。我抬头迎上江衡几乎要喷火的视线。江衡胸膛起伏，像是在极力压抑直接把我扛走的冲动，和他之前深沉成熟的样子判若两人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，抬手揉乱了他高束的马尾辫。你……江衡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呼吸一滞，眼底有些慌乱，随后他发觉自己的反应，更加羞恼。江衡比我高一个头，揉着很不顺手，我把他脑袋往下压了压。就算我和萧绎和离，他也不会让我拿走嫁妆，这是我江家的财产，怎么能送给他？而且我不仅想拿走嫁妆，我附在江衡耳边低语，一字一句，我还要吞掉他整个将军府。萧绎背信弃义在先，我唯有如此，才不算吃亏。我江家是商人，从不做亏本的生意。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走呢？江衡胸中的怒气不知不觉间一点点泄了下去，他的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委屈。等到那2个贱人死了吗？我忽然站起身，抽出发间一柄玉簪。他下意识地后退半步戒备，眼神有些受伤。你还是不愿意伤害他？我却只是伸出手，冰凉的指尖拂过描在他眉心的朱砂。江衡整个人猛地僵住，像被点了穴。我把玉簪插进他的发髻，轻轻念道：这柄玉簪是阿姐给你准备的吉冠礼，你这么多年了无音讯，今天终于能替你簪上了。至于什么时候走呢？自然是要等到清算的时候。我的声音放得很轻，带着点蛊惑的意味，像小时候哄他帮我背黑锅。阿衡，你只需要像以前一样。我的指尖顺着他眉骨滑下，落在他紧绷的脸颊上。等我，帮我。剧情里，萧绎和叶素素害我家破人亡，那我自然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我需要得到江衡的帮助。江衡的呼吸瞬间停了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脸颊皮肤下滚烫血液的温度，还有细微的无法控制的颤抖。他猛地别开脸，耳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得滴血。刚才还气势汹汹要拆了将军府的狼崽子，此刻窘迫得连脖子都红透了。喉结滚动了好几下，他才从喉咙里挤出闷闷的一声。萧绎找太医医好了叶素素的腿，期间他也来找过我麻烦，但每次他试图质问我时，都会被神出鬼没的江衡打昏。几次之后，萧绎以为自己遇到了鬼打墙，再也不肯来我这儿。他和叶素素新婚燕尔，
两人蜜里调油，不知天地为何物。叶素素很快就怀上孩子。叶素素恨不得将我除之而后快，可又不敢再舞到我面前来，只能天天在房间里扎小人。某一日，她忽然扶着肚子找我挑衅，满眼焦金，一哥哥很快就要把你休弃了，那时我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明白，叶素素这是恢复记忆，想起来自己的真实身份是辽国公主了。很快，辽国以小公主失踪为名发兵犯境。原剧情中，叶素素告诉萧绎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萧绎决定为爱叛国。辽国犯境，朝廷调兵遣将，萧绎以救伤魏玉为由拒战。他和丞相秦桧共同推举了一位只会纸上谈兵的将领，那人却滑懦不知兵，6万士兵被辽国蛮子尽数坑杀。这时，萧绎临危受命，却临阵倒戈，和辽国蛮子合兵攻打宋朝。边境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，鲜血染红了江河。宋朝接连惨败，再无还手之力，只能割地赔款，连年岁贡。百姓受了战火之苦，还要承担越来越重的苛税，苦不堪言。而萧绎扶着叶素素，在高高的城墙上表白心意，说自己宁负天下人，绝不负心上人。叶素素策反宋朝将军，于国有功，再加上辽国里爱慕她的拥趸们的推崇，叶素素最终登基为女皇，达成千里江山在手，天下美男在侧的 HE。而我要改变这个结局，我以重金游说皇帝近臣，萧绎不得不出征。我朝严令禁止女眷随军，叶素素只好等大军开拔后，再悄悄混入行军队伍中。和萧绎会合后，他会亲自去见辽国将军，为萧绎叛国牵线搭桥。出征那日，叶素素自信满满，将管，我看你还能蹦跶几日。我站在将军府高台上，遥看行军的队伍渐行渐远，春风料峭，吹得我衣袂猎猎作响。脚边躺着一个被捆得结结实实的人形粽子，是叶素素。萧绎前脚刚走，后脚将横就把正收拾行囊的叶素素逮了过来。此刻他嘴里塞着布团，只能发出呜呜的闷响，那双漂亮的眼睛里盛满了惊恐和怨毒。我扯掉他嘴里的布团，将管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叶素素甫一得声，立刻尖声嘶叫，你竟敢绑我！等一哥哥回来，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！闭嘴！我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急恨道，萧郎是我的少年郎，我和萧郎墙头马上遥相顾的时候，还不知你在哪儿呢，不许你这样亲密的叫他。我啐了他一口，拿小刀在他脸蛋上比划，倒是你叶素素，现在落在我手里，我看是我先剐你更快吧。叶素素瞳孔猛地一缩，似乎想起了被我金簪贯耳的恐惧，声音颤抖着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你要是伤了我的脸，一哥哥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看着他微微隆起的小腹，拈酸吃醋道，萧郎带兵打仗，刀枪无眼，你一个孕妇跟去添什么乱？我不许你去，你就安分待在府里养胎吧。给萧郎写张字条，就说你孕期不适，头晕乏力，实在无法随军奔波，让萧郎不必挂心。叶素素愣了一下，随即眼底掠过一丝明悟和轻蔑。她垂眸，假装害怕的样子，乖乖写完字条，末了还拿出一枚精致的桃花扣，管姐姐，这是一哥哥送我的信物，你让人一并带给他吧，他见了就知道是我的意思。叶素素如此顺从配合，我能猜到他在想什么。他大概觉得暂且稳住我，等萧绎与辽国合并，大军压境之时，整个朝廷都得跪着将他送走。到那时，他捏死我比捏死小虫子还简单。叶素素回房安心养胎，临走时眼底还带着嘲弄。咔嗒一声轻响，桃花扣从花蕊处一分为二，掉出一张薄如蝉翼的密信，上面是叶素素亲笔用蜀毫写就的密文暗语。他以辽国公主的身份，命令辽国将军务必信任萧绎的投诚，配合行事。辽国将军拓跋宏深爱叶素素，唯命是从，见字如面，他一定会听令的。江家的商队中不乏能人异士，我立刻找到一位擅长模仿字迹的师傅，将这封密信重写了一遍，按原样放回桃花扣。萧绎原本留下人手接应叶素素，只不过被我先一步截胡。我胁迫叶素素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应之人，并将他的亲笔信和桃花扣一起送给萧绎。
看着叶素素隆起的肚子和苍白的嘴唇，接应之人不疑有他，返回复命。春风依旧料峭，我站在窗边，望着北方边关的方向，将叶素素原本那封密信烧成灰烬，指尖轻轻一捻，灰烬散入风中，了无痕迹。萧逸，去奔赴你的大好前程吧。黄泉路远，我送你一程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将军府笼罩在一片诡异的平静里。叶素素的要求愈发刁钻，今日要喝扬州城的活鱼煨的汤，明日要尝岭南800里加急送来的鲜荔枝。他还盯上了我的首饰，我装匣里那套赤金嵌红宝的头面，水头极润的翡翠玉镯，他都看着欢喜。我听之任之，照单全收。只要我能办到的，统统满足他，甚至我还每日亲自去他房中伺候。府里上下看在眼里，人人都说我大度贤惠，对叶素素的孩子视如己出。叶素素觉得我怕了，这是在讨好他，可这没有用。他恨我入骨，等萧逸的好消息传回来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将我挫骨扬灰。可惜他没机会了。消息传回都城，萧逸殉国，和辽国将军拓跋宏同归于尽。1月前，萧逸看到那张哭诉怀孕辛苦的亲笔信后，心疼极了。他派去接应叶素素的人手也说叶夫人容色苍白，面有病色，所以他深信不疑。他粗粗看过桃花扣中的密信，确认是叶素素的笔迹。萧逸即刻派使臣带着桃花扣和密信去找辽国将军拓跋宏求和。拓跋宏看过信后，惨笑一声，拔剑斩杀求和使者。他当夜就发兵是取萧逸首级，因为拓跋宏和叶素素是青梅竹马，又是同吃同住同学，一眼就能看出这字迹是他人模仿。而且我早已通过江家商队，先一步给拓跋宏送了一份礼物，叶素素的耳朵。弹幕曾说，叶素素的左耳垂有一朵独一无二的格桑花胎记。商队的武夫假扮萧逸的士兵前来投诚，让拓跋宏相信萧逸杀了叶素素，盗取他的配饰做信物，模仿他的笔迹写密信，目的就是诈降。拓跋宏作为叶素素后宫的一员，对他一往情深。重大打击之下，拓跋宏不顾大局，不惜损兵折将，以自杀式袭击闯入我朝军队驻地，最终击杀萧逸，自己也自刎殉情。两军无主帅，但我朝军队有一位岳姓百夫长神勇无比，抓准战机，大败辽国。军报传回宋朝，便是萧逸诱敌深入，在大帐中和辽国将军同归于尽。消息传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叶素素房中，端着一碗刚煨好的血燕窝。他斜倚在软枕上，眉眼间尽是焦金。指尖一碰碗沿，他立刻蹙起秀眉，哎呀，你要烫死我吗？我将碗拿回，轻轻吹凉。在递过去时，他只沾了沾唇，又嫌弃地推开，凉了，好腥呀。不过姐姐没有身孕，怕是闻不出来。我默默应是，又重新去煨了一碗温度正好的燕窝，送到他手边，他眼皮都没抬，手腕不经意的一抖，整碗粘稠的燕窝尽数泼在我裙摆上。叶素素嘴角勾起一丝快意的笑，哎呀，手滑了，姐姐不会怪我吧？我逆来顺受地擦拭裙摆上的污渍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砰的一声撞开，管家跌跌撞撞地闯进来，脸色灰败得如同死人。我攥紧了衣角，心跳如鼓。如我所愿，他带来了萧逸和拓跋宏的死讯。刹那间，叶素素脸上的得意和算计都瞬间凝固，化为一片死灰般的绝望和难以置信的空白。我把所有难过的事情都想了一遍，脸上血色尽退，手一颤，剩下半碗燕窝粥不小心泼在了叶素素脸上。我颤抖着声线，吩咐管家退下，不要打扰叶素素静养。管家连滚带爬地退了出去，留下死一般的寂静。良久，叶素素才像被针扎了似的猛地弹起来，眼神怨毒的能滴出血，声音尖利刺耳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一哥哥怎么可能死？红哥哥也绝不会有事。是你，江管，你这个毒妇，你故意编这种谎话来刺激我，你想害死我的孩子，你不得好死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。我站起身，用脂粉把脸上涂成惨白的病色，免得被人抓住把柄。我不在意。
我从衣襟内侧取出一个药丸。你要干什么？叶素素预知到了危险，连连后退。江管，你敢动我？我要回大辽，我是辽国公主。我把药丸吃下，你急什么？这是我自己吃的补品。叶素素狐疑。我把复仇步骤在脑海中复盘了一遍，长舒一口玉气，嘴角上扬，最后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叶素素，你该吃的药，你早吃过了呀。这1个月，我事无巨细地伺候叶素素，不仅是让人看到我的大度和贤惠，也把红花一点点掺进她的饮食。当天晚上，与萧绎将军情深意笃的叶夫人难以接受其死讯，惊厥小产，母子俱亡。叶素素的死讯是小事。隔日清晨，京中出了件大事。权倾朝野的秦丞相于昨夜在府中暴毙，被发现时早已气绝身亡，死因不明。秦丞相表面忠君爱国，实则背地里早已投靠辽国，是卖国求荣的巨妒。剧情中提议将我娘家流放苦寒之地，害我家破人亡的人也是他。如此，仇才算报完。将军府挂满白帆，灵堂肃杀。我一身素稿，接过管家递来的厚厚账册和地契房契，以及叶素素那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，装车送入宫门，捐于朝廷，充作军资，抚恤阵亡将士遗孤。萧绎多年来积累的资产，以及战死后朝廷的抚恤，我全部捐给了国库，换朝廷一纸嘉许，敕封一品诰命。萧绎的遗产留在汴京，为我换回一品诰命的尊贵身份，而我则带着我的嫁妆，即将返回扬州老家。半月后，一辆不起眼的青布马车悄无声息驶出汴京巍峨的城门。江衡一身黑衣劲装，背脊挺直地坐在车辕上，骨节分明的手攥着缰绳，额间那点朱砂在阳光下红得着眼。自从那晚他亲手送秦丞相上路，回来洗净手上的血迹后，他便再未开过口，一句话都没跟我说。我倚在车内柔软的银枕上，指尖捻着那枚叶破石把玩，阳光透过帘隙落在我的指尖，折射出一点冰冷的光。哒，叶破石被我抛起，又稳稳接住，这声音在寂静的车厢里格外清晰。我叹一口气，好无聊呀，要是有人能陪我说说话就好了。帘外，江衡握着缰绳的手指节微微泛白，他下颌线紧绷，依旧没有回头。阿衡，我忽然喊他，这叶破石挺神奇的，晚上那么明亮，可白天却是黑黢黢的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和萧绎大婚前夜，我把江衡千难万险才找来的这颗叶破石弃若敝履，就是重提，揭他伤疤。阿衡估计心里恨死我了。少年脊背僵直，因为用力，他白皙的手背上青筋寸寸凸起，但他还是没理我。城外连绵的桃花开得正盛，粉云争霞，灼灼其华，绚烂的几乎要灼伤人眼。我继续刺激他，你看这汴京的桃花开得多好啊，比那年你送我那劳什子雀羽时路边的野桃花要好看多了。语毕，少年猛地一勒缰绳，吁，马儿吃痛长嘶，马车骤然急停。虽已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巨大的惯性让我向前一倾。江管，车帘被刷得掀开，江衡猛地探了进来，目中有着抑制不住的愠怒，紧紧攥住我的手腕。他整个人都在发抖，唇瓣也在抖。你觉得这样很好玩是吗？我就是你的一把刀，一条狗，用完就丢在一边，被你戳着心窝子取乐。你，他终于吼出来了。若他一直憋在心里，我和他之间迟早要生出隔阂。我江管本天性凉薄，这世上我在乎的人唯有父母而已。若不是剧情作祟，我绝不可能喜欢上萧绎。对于江衡，我的确是心存利用，可看到他这样委屈，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狠狠地攥紧了，一股令人心悸的色意蔓延开来。我咬了下舌尖，用疼痛强压下这异样的心悸，脸上绽开一个安抚的笑容。轻点儿，我皱眉，目光扫过他紧勒缰绳的手，这匹马可是你送我的，我宝贝得很，你把它勒伤了，可怎么好？江衡闻言，攥着我手腕的力道又重了几分，几乎是咬牙切齿。一匹马，你倒是宝贝，对我呢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江管，你的心呢？我迎着他暴怒的目光，一字一句地说道。我宝贝这匹马，是因为它是你送给我的啊，阿衡。
江衡一愣，眼里难得浮现出一丝微不可察的茫然，扣着我手腕的力道不由自主地松了一瞬。这个小孩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哄。是，你是我最锋利的刀，但是……我深吸一口气，认真道：你也是我的阿衡，我的弟弟，在这世上除了阿弟阿娘之外，我最重要的人。我和他离得很近，话语又难得真诚，说话的热气扑在江衡耳朵上，少年疼的桃花上夹，精致疏冷的脸上红晕危险。你说真的？我真是你最重要的人。江衡捡着自己爱听的听，周身的压迫感瞬间荡然无存。我颔首，真心道：若是你出事，我亦愿意为你豁出性命。江衡秀眉一挑，哼了一声：我会保护你的，才让你遇到危险。我收回手，无奈地揉了揉腕上那圈刺目的红痕。阿衡，我看你真是属狗的。咱们快回家吧。我靠回软枕，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慵懒，目光投向车窗外绚烂的桃花，再好看的花也比不上咱们扬州的春色呀。车辙辘辘，碾过官道的尘土，驶向春暖花开的扬州。10年前，我携10里红妆，自烟雨扬州入此樊笼。10年后，我带着更丰厚的嫁妆，一品诰命的文书，和我的阿衡踏上归途。阳光正好，我也要回家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